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开学前，我在新生群里问了一句：“咱们学校有停机坪吗？开直升飞机来，能不能停？”马上就有人嘲讽我：“你怎么不开航母来？学校停不了飞机，真可惜。”后来，我爸捐给学校的图书馆建成了，顶上特意建了停机坪。当我开着直升机出行，所有人惊呼：“顶级富二代竟在我身边！”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我叫顾子峰，人送外号毕哥。要说起来，这都怨我哥。他暑假刚学会开直升机，想炫个技，开直升机送我去学校。我不想这么招摇，可他呢，一意孤行，偷偷摸摸解开我的手机，顶着我的名字，在新生群里问了一句：“咱们学校有停机坪吗？开直升飞机来，能不能停？”等我抢回手机的时候，群里消息已经是99+了，大多都是嘲讽我的：“这位同学，你格局小了，开航母来吧。”是啊，直升机能坐几个人啊？开航母也让咱们参观参观，见见世面，太好笑了！怎么会有人装这种逼啊？离不离谱啊，大哥？你自己不觉得好笑吗？最后还是辅导员开口：“顾同学就是开个玩笑，大家没必要当真。但是啊，身为当代大学生，应当脚踏实地，不要总是天马行空。”这么一段话总结下来就6个字：多做事，少做梦。我看着我家300亩的庄园，陷入了沉思。但好在这场风波算是止住了。我爸知道这事，把我哥劈头盖脸地骂了一顿：“子峰去学校是去学东西的，哪像你，净想着出风头。子峰，你别学你哥，老老实实读书。”我哥读书那会儿，整天炫富，惹出了不少祸事。我爸吸取教训，一直教育我才不外露。从小到大，我在学校都是安分守己，看着就是个普通家庭的孩子。这次要不是我哥，根本不会出这档子事。对了，子峰，爸突然想起来，咱家基金会不是资助了好些学生吗？有一个男孩子考上大学了，就和你一个班。待会我让秘书把名字发给你，你得好好照顾人家啊。如果那孩子优秀，到时候直接让他来我们公司上班，我让人内推，也算是跟咱家有缘分。这要巧，我连忙点头，内心不禁有了些期待。为了贯彻低调的原则，我自己拎着行李就去上学了。坐的经济舱，第一天就迟到了。本来安排的好好的，但航班取消，改到了第2天，这不就迟到了。我到的时候，寝室空无一人，我随手把行李往地上一放，就连忙赶到开班会的教室。辅导员正在里面高声说着什么，我敲了敲门，进来，门开了，里面乌泱泱的，全是人。辅导员推了推鼻子上的眼睛：“顾子峰，是我。”看来全班就我一个人没到了，要不然他也不会这么准确地叫出我的名字。有个穿着古驰 T 恤的寸头男生声音洪亮：“顾子峰，你咋迟到了？开飞机也堵啊！”大家都笑起来，原本稍显拘谨和严肃的氛围顿时热闹了，就连辅导员也隐晦地笑了。同学们全都跟着起哄：“顾子峰，你家飞机停哪了？我还没坐过直升机，让我坐呗。”我没想到他们竟然这么不友好，竟然会抓着一个玩笑不放。他们咧着大白牙对我指指点点，长这么大我还没见过这种阵仗，心里难免有些不舒服。但我只是局促地笑了笑，没解释。眼看着班会偏离主题，辅导员道：“大家都安静点。”说着他又看向我：“顾子峰，你先去找个位置坐吧，教室基本都坐满了，我只能坐在靠后的角落里。接下来就是竞选班干部的环节，
寸头男生率先走上讲台：“大家好，我是罗帅。这次我想竞选班长，我总算知道他为什么要率先嘲笑我了，为的就是给人留下一个幽默的印象，好竞选班长。本来我也想竞选的，中学6年，我品学兼优，一直都是班长。但看现在这情况，大家对我的印象不太好，应该都不会投我，我没必要自取其辱。”果不其然，罗帅的票数最多。大家初次见面还比较矜持，竞选也不热烈。越到后面，好职位都被挑完了，参加竞选的人也就越少了。到竞选生活委员时，气氛彻底冷了下来。这生活委员可以说是一点都不讨好，除了算账以外，就是催人交班费。谁能对总是收自己钱的人有好感呢？罗帅还没上任，却已经有了班长的样子，开始指点江山。顾子峰，你去呗，你家开得起飞机，条件应该挺不错吧？没准还能补贴一点班费，哈哈哈。他的目的已经达到了，却还针对我，我忍无可忍。对他，你以为你自己很幽默吗？罗帅顿时拉下脸，有人偏帮他。哎，顾子峰，班长就是开个玩笑，你怎么还当真了呢？那我开玩笑的时候，你们怎么揪着我不放呢？顾子峰，你这人真开不起玩笑。他们开的玩笑让我不舒服了，反而说我开不起玩笑，这群人的教养在哪里？见气氛不妙，辅导员出来打圆场。大家都是同学吗？没必要因为这个不开心。罗帅，你是班长，得多担待一点，先给人家道个歉吧。罗帅这人也能屈能伸，很快就给我说了对不起。辅导员转而看向我：顾子峰，你也给班长道个歉吧。我笑了，辅导员的心眼子都快偏到他外婆家了。罗帅道歉是因为他是班长，得多担待，而不是因为他故意针对我。说出的话让我不舒服，我直接拒绝，我没做错，没必要和他道歉。辅导员皱眉，显然很不满意。罗帅这会儿倒是大度了：老师，算了，我不生气，不道歉也没关系。我懒得搭理他，回了寝室也不安生。我刚才太急，把行李放下就走人，这会儿我才发现我的床位被人占了。寝室里一共4个人，上床下桌，柜子上都贴了名字。也是巧了，占我床位的就是罗帅，他连床单都铺好了，桌子上也摆满了日用品，俨然一副安家的样子。我也不和他客气，直接把他的东西扔回他的床位。没等一会儿，罗帅回来了，戴着耳机，哼着歌，和手机里的人有说有笑，看上去心情极好。他也没察觉，还是一屁股就坐在了我的椅子上。看他这傻缺劲儿，没准待会儿就要睡我的床了。我只能出言提醒，这个位子是我的。他没搭理我，依旧和手机那头的人聊着天。乖乖，我们过几天出去玩好不好啊？这故意压着嗓子的气泡音，活像只行走的唐老鸭。我又提醒了一句：罗帅，你的位置在那边，这里是我的。罗帅终于摘下一只耳机，脸色却很不耐烦。没看到我在打电话吗？你他妈的懂不懂礼貌啊？礼貌？如果我真不懂礼貌，就把你的东西一股脑扔进垃圾桶里了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滚！罗帅翻了个白眼，一副你奈我何的样子。我怒上心头，你不愿意让位，我就喊宿管来了啊！他装不下去了，暴露了本来粗犷的嗓音。顾子峰，你这人怎么这么事儿精啊？跟个女的一样，什么都爱计较。服了，真爱倒打一耙。朝我吼完，他这才像如梦初醒，又压着嗓子对手机里的人说：我这边有个不长眼的人，对，就是那个顾子峰。乖乖，你先去睡吧，等我解决完他，再和你聊。这恶心的语调，我都快把隔夜饭吐出来了。罗帅重重放下手机，
跟你一个寝室，老子真他妈倒霉！妈的，多大个事儿啊！一直避避，娘们唧唧的。你他妈是个女的吧？我被他的理直气壮给气笑了。你搞清楚，这是我的床位，是你找时在先好吗？还有，你是不是觉得满嘴脏话就挺爷们啊？怎么的，在你眼里，女性就代表着斤斤计较？这是你妈知道吗？张婷婷知道吗？性别对立就是你们这种人挑起来的。尊重女性懂不懂？张婷婷就是她的暧昧对象。我们班副班长长相平平，但胜在家境优渥。开学那天一身名牌，全身都是大 logo， 朋友圈也全是炫富的痕迹。我听说追她的人不少，都赶着当上门女婿，而她相中了同样满身名牌的罗帅。二人早在开学前就见过面了，还在群里发过合照。罗帅撸起袖子：“你他妈胡说八道什么呢？找打是不是？”他身材魁梧，剃着板寸，看上去是挺不好惹的。但从小我爸就教育我和我哥，人虽然不能惹事，但也不能怕事。罗帅要动手，那我就奉陪。见我们这剑拔弩张，室友连忙出来对我说：“顾子枫，我把我的位置让给你吧，我也是靠里的。”罗帅他神经衰弱，门边太吵了，我们都是室友，互相体谅体谅吧。就罗帅这蹦跶劲儿，还神经衰弱，我看神经病还差不多。就他这态度，就他之前干的破事，要我让位置没门。另外一个室友王琦双手环胸说：“是啊，就一个破位置，至于吗？睡哪不是睡啊？”顾子枫，不是我说，你又爱装逼又斤斤计较，平时挺讨人厌吧？我没好气，我维护我自己的权益有问题吗？你这么大方，他还没儿子，你把你自己让给他当儿子呗。王琦吵不过，气得双脸通红。你他妈是不是有病？这时罗帅才发觉不对，老子的东西呢？他往旁边一看，顾子枫，谁他妈让你动的？你知不知道老子一瓶护肤水就抵你1个月生活费？再好的护肤水也改变不了他长得丑的事实。罗帅赶紧走到自己的位置，去翻找行李，试图找出我的错处。老子告诉你，老子一台电脑就好几万，弄坏了你也就别读书了，专心还债吧。他这点东西顶多就6位数，我哥随便开几瓶酒都不止这么点儿。我悠哉悠哉地看电影，好一会儿，罗帅才清算完。可惜没找到坏的东西，没法让我赔。他脸色铁青：“顾子枫，你等着！”我笑死了，都是大学生了，怎么还有这种小混混习气？但我没想到，找茬这事儿，罗帅这人是专业的。这天，我刚领完军训服回寝室，就听到罗帅在抱怨：“我才不参加军训，热死了，谁愿意去啊？”王琦附和道：“这玩意儿就是折磨学生的，完全没必要。”罗帅继续道：“我爸帮我在市医院弄了证明，紫外线过敏，我就不和你们一起受苦了。你爸挺心疼你啊。”王琦这人就爱捧臭脚，罗帅的语气里满是骄傲。那当然，我爸就我这么一个儿子，以后他的事业还得靠我继承。其实只要我爸和校长打声招呼，我就不用军训了。但是吧，我爸觉得还是不要搞特殊，安安心心走个流程，搞个证明，也免得被人抓到把柄。笑死！你爸和校长知道，你就这样把他们卖了吗？罗帅的牛逼越吹越大，像是这样还不够，他又把话题引到我身上。顾子枫，你家不是挺有钱吗？你爸没给你找点关系，还搞这苦逼军训呢？我实话实说，军训虽然苦，但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锻炼人的意志品格，人生可比这苦多了。听到我的话，罗帅和王琦哈哈大笑。
笑够了。罗帅阴阳怪气，果然家里开飞机的，觉悟就是不一样啊。王琦一脸轻蔑，说的这么冠冕堂皇，还不是没关系？看你穿的什么破衣服啊，一件名牌都没有，就这样还敢装逼？要不就叫你毕哥得了。罗帅笑得更大声了，哈哈哈哈哈！毕哥，这名字太适合你了，能闭上你们的狗嘴吗？嘲笑别人的家世是能彰显你们的优越感，还是咋的？有一分钱是你自己挣的，被我说中小心思。罗帅尴尬地摸了摸鼻子，我不再搭理他们，专心看书。没多久，军训就紧锣密鼓地开始了。我们在阳光底下暴晒训练，罗帅和张婷婷就躲在阴凉处，吸溜着奶茶，你侬我侬。期间，我爸来看过我。我就读的大学是我爸的母校，我爸前年刚捐了栋楼，这不，楼快封顶了，他就来看看，顺带来看下军训的我。我爸很低调，身边连个秘书都没带，而且吧，他不修边幅惯了，除非正式场合才会好好捯饬一下。这会儿他一身灰，头上还顶着个安全帽，看着还真不像个身家百亿的大老板。到了休息的空隙，我爸朝我招招手，得到教官的同意后，我就跑到我爸跟前，他揉了揉我的脑袋，递来一个纸袋，你妈让我给你带的，护肤品、防晒霜什么的。你虽然是个男孩子，但偶尔也要注意一下形象。我爸笑得很贼，最好赶紧给我带个儿媳妇回来，别像你哥，天天招蜂引蝶，没个正形。我突然想起一件事，爸，你不是说我们家资助的学生在我们班上吗？我看大家条件好像都还不错啊。我爸笑了，现在的孩子自尊心强，谁会把这种事天天挂嘴边啊？我最近太忙，都忘了这茬，待会让王秘书把那孩子的名字告诉你。说了没几句，他就朝我摆摆手，好了，你去军训吧，爸还有事，你们校长还等着我嘞。等我回队，罗帅就大声说，毕哥，你家不是开飞机吗？怎么你爸是个农民工啊？王琦附和，笑死了，你爸不会就在学校新建的图书馆里搬砖吧？顾子峰，你也真是的，整天就读书，也不晓得去帮帮你爸。张婷婷捂着鼻子，隔这么远，我都能闻见他身上的臭味儿，真恶心，我忍不了了。你狗鼻子啊，这么灵敏，我靠我爸那么近，怎么没闻到？以貌取人啊，不，以才取人，你是真行啊！见我对张婷婷，罗帅狗熊就美，婷婷又没说错，看你爸那寒酸样，活这么大半辈子还是个搬砖的农民工。我要是他，干脆不活了，丢人！我被他的话震惊了。世界上有多少农民工啊？照他这说法，大家都不活了。农民工怎么了？农民工也是凭本事挣钱，他们靠自己的双手挣的，只要不偷不抢，那就没什么丢人的。罗帅讥笑道：“你急什么啊？看你爸那蠢样，也就只能干干苦力活。你啊，可得好好读书哦，要不然以后就和你爸一个熊样，那可吹不了牛逼喽。”张婷婷笑得花枝乱颤，我攥紧拳头，气得发抖，骂我还能君子动口不动手，但是骂我的家人绝对不行。我猛地冲上去，给了罗帅一拳。他一开始发懵，反应过来后揪住我的领子，我俩打作一团，直到教官冲上来才把我们拉开。这是闹到了辅导员那儿，我们几个都被请去了办公室喝茶。辅导员不分青红皂白，对着我就是一顿教育。顾子峰，你怎么又惹事？你能不能懂事点？都大学生了，连自己都管不好吗？又惹事？上次班会明明就是罗帅作妖好吗？我压着火气，操场上那么多双眼睛看着。辅导员，您要是真不清楚事实，可以去问问他们，
看是谁先出言挑衅。呸呸呸！辅导员吐了几口茶叶，人家罗帅有钱有势的，招惹你干什么？图个乐子吗？顾子峰，不是我说你，大学就是一个小社会，你得懂变通。你就是一个普通人家的孩子，全家都是农民，你爸把你送来读书，也是想要你在城市里立足。你在学校都能得罪室友，以后出社会还不知道要得罪多少人。你这样能有出息吗？好家伙，这辅导员就是嫌贫爱富。他看着罗帅家条件不错，穿的用的都是名牌，就事事偏袒他，还口口声声都是为了我好，这根本就是在扑我。难道普通家庭的学生就不能为自己的权益而抗争了吗？他前几天请我当生活委员的时候，可不是这种语气，那可是好声好气的，要不然我也不会当。我冷笑。所以这就是辅导员你的变通之法是吗？当有钱学生的舔狗，然后一些烂活都丢给我们这种普通学生。他一拍桌子，指着我的鼻子骂道：顾子峰，你怎么跟我说话的？我起身，不卑不亢。辅导员，那我就给你上一课吧。你听说过一个词吗？叫人不可貌相。空气有一瞬间的沉默。办公室里所有人都看着我。突然，罗帅发出爆笑声，动作夸张地捂着肚子，道：人不可貌相，哈哈哈哈！看你这自信样，你要不说你是首富儿子吧？傻缺，你爽文看多了吧？真是白日做梦。我爸算不上首富，但在财富榜上也是排得上号的。罗帅越说越起劲，就你这穷酸样，说你家收废品的我都信，还有钱人。张婷婷笑倒在罗帅怀里，这个屌丝男也就只能看看小说意淫一下了，哈哈哈。辅导员推了推鼻子上的眼睛，神情里也全是嘲讽。行，顾子峰，我看你哪天能有出息。我看着王秘书发来的消息，笑了。少爷，顾氏基金会资助的学生中，今年和您考上同一个大学的是这个名为罗帅的孩子，他的资料我用图片的方式发给您了。照片上的人正是面前这个笑我穷、笑我装逼的罗帅。好，既然你们要玩，那我就陪你们玩，玩个够。俗话说得好，知己知彼，才能百战不殆。所以我特意找了私家侦探去查罗帅的家庭情况。他就是因为经济情况不太好，才被我家资助，怎么可能全身名牌？还没查到眉目，罗帅又开始作妖了。最近我参加了个机器人实验室，都早出晚归的。这天我从实验室回来，一开门就听到玻璃碎裂的声音，噼里啪啦的，吓了我一跳。罗帅闻声看来，一声大吼：靠！我看了一眼，碎的是他的电脑和护肤品，撒了一地，大部分都没法用了。罗帅东西贼多，所以特意买了个落地的置物架装着，而这次置物架放在了门后，我一开门就把架子推倒了。罗帅赶紧抱起他的电脑，我问：你故意把东西放这的？不怪我阴谋论，实在是他平时作风不行，心眼子多，爱害人。而且吧，争床位那天他还对我放过狠话，说这堆东西就够让我还债的，这很难不让人联想到什么。罗帅一脸心疼，看向我时又怒气冲冲：你他妈没事吧？被害妄想症是吧？我在收拾，就把东西往王琦这里放一下，谁知道你这时候回来。的确，今天实验室师兄临时有事，所以我比平时回来的早了1个小时。而且罗帅看上去是真心疼。卧槽，老子电脑开不了机了，护肤品碎了以后，里面的液体渗入到了笔记本电脑里。说吧，你想怎么办？罗帅恨恨地看着我。你赔。我说，这是主要原因不在我，是你把东西放在这里的。罗帅急了，
提高音调，我这电脑6万，小票都在，你别想抵赖。这样吧，我们叫警察来，看他们怎么说。我也不是真想叫警察，没必要把事情闹大，但是他太不讲理了，要我全赔，绝对没可能。罗帅自知理亏，不说话了。我懒得和他掰扯，你先算一笔账吧，我赔，但我也不可能全赔你的。如果商量不来，就喊警察。说完，我就去洗澡了。罗帅平时挺抠的，为了害我而毁坏电脑和这一大堆护肤品，属实没必要。毕竟我只赔一部分，其他费用都得他自己承担，很不划算。第二天，罗帅就把账单和购买记录都发给了我。电脑基本是修不好了，毁坏的东西总价8万多，他让我赔一半，主要责任不在我，一半太多了，我又不是冤大头。在我的据理力争下，最后变成了2万。我一想，这事可能真就是个意外。就罗帅那抠劲儿，他没必要自己亏6万多，让我赔个2万。这是过去没多久，张婷婷就提议班级活动。我们班之前刚交过班费，每人200，班费还挺充足的。团支书提议，那去游乐场。我说出顾虑，去游乐场大家也只会和熟识的人组团玩，没法做到集体活动。那试试农家乐呗，里面有 KTV， 有台球桌，还可以自己做饭。这个提议很不错，班干部一致同意，这事算是定下来了。很快，罗帅就买了台新电脑，到处炫耀。我刚洗完澡出来，就听到一声惊呼：“哎呦，看不出来顾子峰你还挺有料的嘛！”我定睛一看，竟然是张婷婷，她正坐在罗帅身上，二人甜甜蜜蜜地看电影。我赶紧从衣柜里翻出衣服穿好。你没事吧，罗帅？你带女生回寝室干什么？你们想干点什么去酒店行不行？这是宿舍，公共空间。罗帅不以为意，嗤笑道：“顾子峰，你是不是嫉妒啊？我告诉你吧，现在女的都现实得很，你这么穷，就别想谈恋爱了。”他装富的原因，不就是想骗个白富美吗？私家侦探告诉我，罗帅有5个姐姐，在罗帅考上大学后，全都匆匆忙忙地结了婚，甚至他最小的姐姐才19岁，他们的彩礼钱全用来给罗帅装逼了。这家人根本不配我们的资助。罗帅上下打量我，看你这细皮嫩肉的，要不找个富婆算了，喊声爸爸，爸爸给你介绍。这样啊，还能多给你那个当农民工的爸爸分担一点。上次赔我钱都心疼死你了吧？爸爸给你介绍点活，让你开心开心。我皮笑肉不笑，意有所指。富婆留给你自己吧，你现在不就在干这事儿吗？罗帅突然一顿，看来他听懂了我的言下之意。顾子峰，你胡说八道什么？我和婷婷是两情相悦，更何况就我这条件，还需要富婆吗？哟哟哟，急了！我笑而不语。罗帅也心虚了，没再开口。我冷哼一声，他不会得意太久。过了段时间，王琦也买了台新电脑。罗帅惊叹：“这电脑不便宜啊，你小子深藏不露啊！”王琦挠挠后脑勺，答：“用的乐分期啊，很好贷的，之后努力点，每个月还一点就行了。那不就是校园贷吗？搞这玩意儿，就为了一台虚贵的电脑，爱慕虚荣的傻缺，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。我觉得校园贷在我这的出现频率越来越高了，不仅是他俩在说，还有人给我打电话问我要不要贷款。偶尔从实验室回来，也能看到我们寝室门口放着校园贷的传单。虽然觉得奇怪，但我也没放在心上。这周6就是农家乐，周5我们去看了场地，交定金时，我很痛快地给老板赚了钱。张婷婷的神情有点奇怪：“你还有钱？
这个环字就离谱。看到我有些疑惑，他立马找补：都月底了，我们请的都没钱了。我还以为你们男生和我们一样，也是月光族，哈哈哈。说完，他还看了罗帅一眼。那我爸一个月给我50万，我也用不完啊。更何况给老板的是班费，我又不可能挪用班费。待会挪用班费，校园贷赔钱。我脑子里出现了一个大胆的猜测，他们几个怕是下了大套，等着我去钻。罗帅一次让我赔2万，他觉得我肯定赔不起，所以会挪用班费。对于一个普通大学生来说，2万的确不算个小数目。而这时候，张婷婷又提出举办班级活动，就需要我交出班费，我交不出怎么办？罗帅和王琦就有意无意地在我面前提校园贷，为我提供解决方法。可校园贷这东西是能碰的吗？轻则破财免灾，重则家破人亡。不得不说，这招够阴损的，一般人根本反应不过来。要不是张婷婷表现奇怪，我也想不到这一块。为了验证我的猜测，我用了个小计谋。我让朋友假装校园贷的客服，给罗帅打电话。挂断电话后，他问我：顾子峰，你贷款了啊？人家都找上我了。我故意闪烁其词：你别管，我自己会处理的。说完，我就收拾书包出去了。我假装出门，走到楼梯口，又折返回来，蹲在门口听墙角，顺带还打开了录音软件。他们笑得很痛快，罗帅肆无忌惮，我就知道这个傻缺会去贷款。我在辅导员那儿看见他填的表了，他家1年收入才4万，他哪里赔得起？我随手填的，他还真信了。这傻缺肯定没想到电脑不是他搞坏的，是被我自己不小心倒了水。王琦，都是你出的主意好，嫁祸给他，净省2万，明天请你吃饭。果然是个穷逼，护肤品的真假都认不出来，土包子。我沉默了。当时我一心只有机器人比赛，想早点和罗帅掰扯清楚，所以没太仔细看那堆玻璃渣子，也没想到电脑早坏了。罗帅继续输出：以后就好好还债吧，还读什么读？读再多书也改变不了他的命运。这句话听得我冒火，读书改变命运，寒门出贵子，他懂不懂啊？我爸就是靠读书才做大做强，本来打算让他身败名裂的，富婆他不要，那就让他家破人亡喽。利滚利！我看他们家这群臭农民怎么还得起？他话里的恶意听得我心惊胆战。我自问没做什么缺德事，也从来没有主动惹过他，但他竟然想毁了我，那我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罗帅不是想找个白富美吗？那就从这块入手喽。我找了个演员，就叫她白富美吧。罗帅第一次和我们的女主角白富美见面，就在大商场里。白富美不小心摔了一跤，罗帅看人家长得漂亮，就去扶了。再制造几次偶遇，白富美的财大气粗，很快引起罗帅的注意。只要他稍微一示好，罗帅就舔上了。我和罗帅不一样，他小打小闹，我要整他，就诱敌深入，让他知道什么叫竹篮打水一场空。他和白富美打得火热，对张婷婷就冷淡了很多。张婷婷特意跑到南寝楼下堵他，二人拉扯了好久。最后，张婷婷哭着大喊：“我们分手。”话虽是这样说，她离开的步伐却很缓慢。她在等着罗帅追上来，可惜她没能如愿。等她回头的时候，身后只剩下了孤零零的路灯。次日，一辆帕拉梅拉高调地停在南寝楼下，惹得好多人驻足观看。我靠，谁的豪车啊？我们学校学生这么有钱的吗？不是啊，谁的女朋友吧？你看，驾驶位坐着一个美女嘞。在万众瞩目中，
白富美打开车窗，朝姗姗来迟的罗帅招手，娇嗔：“宝贝，你怎么这么慢？”人群议论纷纷，那不是电子工程2班班长吗？他哪来的本事找这么一个白富美啊？你懂什么？人家是强强联合，罗帅也不差。看到他穿的 T 恤了吗？1万多。罗帅挺直了腰杆，钻进副驾驶。这时，张婷婷闻讯赶来，拦在车前：“罗帅，你个渣男！你和我谈恋爱，竟然还出轨这个贱人！”罗帅急忙向白富美解释：“阿比，你别听他瞎说，我和他早就分手了，是他纠缠不清。”张婷婷冷笑，对白富美说：“他前几天还亲了我，你想不想看照片？”白富美摘下墨镜，神情鄙夷：“就你也配？也不看看自己是什么货色，小门小户的，一个分手就能让你破大防是吧？”张婷婷家里条件还不错，何时受过这种羞辱，当即就炸了：“你这个抢我男朋友的贱人！”说着，她便冲上去，想拉开驾驶位的车门，将白富美拽下来。罗帅狗熊救美，迅速下车，把她拽开。他太想表现了，用力过猛，一把将张婷婷推倒在地。“你要点闭脸行不行？别纠缠了，我和你就是玩玩，我和 Abby 才是真爱，我这辈子只爱 Abby 一个人。如果你要伤害她，那就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”白富美坐在车上，笑着说：“小妹妹，和我比，你真不配。阿帅不是你能驾驭的人。”他们俩坐着帕拉梅拉扬长而去，围观群众一声声感叹：“啧，是我也选了比大姐姐啊！罗帅这小子真艳福不浅啊！只有我。”朝张婷婷伸出手，他恨恨瞪我一眼：“我才不需要你这种垃圾来可怜我！”我收回手，轻飘飘的回击：“狗都会感激好人，看来你连狗都不如。”后来，罗帅就常常逃课，他们一起逛商场，一起参加宴会，一起去度假。罗帅每天都春风得意，每天都在做成为豪门赘婿的美梦。辅导员装模作样的找他谈过，但根本没什么作用。逃几个课又怎么样？你看辅导员管得着我吗？再说了，就算我拿不到文凭，一样可以继承我爸的衣钵。读书，呸！读书是穷人跨越阶级的手段，对我可没用。他语气里的高傲都快溢出来了，我却只想笑。等我一毕业，就和 Abby 结婚了，到时候我们强强联合，创造属于我俩的商业帝国。算了吧，就你这猪脑子，连这么一个骗局都没看出来。王琦满脸谄媚：“帅少，那我以后可靠你了。”罗帅一拍胸脯，满口答应：“没问题。”他继续吹嘘：“家里有钱的就是不一样，你是不知道，他皮肤多细腻，胸大腰细。上次和他一起游泳，我鼻血都差点流出来了。”王琦笑得一脸猥琐：“我帅少有福气啊！”罗帅对这样的恭维很是受用。那当然，也不看看我是谁，我出马。什么样的女的钓不到？这人也不照镜子看看自己，丑陋、低俗、道德低下。10万1晚的顶级酒店，我说住就住，坐在明珠楼顶吃法餐，那感觉太棒了。王琦一脸向往，试探着问：“我还没谈过恋爱，帅少，你给我介绍一个呗？”罗帅略带鄙夷地看他一眼：“我身边的人你都够不上。出去玩一次，得你1年生活费了。”王琦啊，听哥一句劝，融不进的圈子别硬融。这句话用在罗帅身上再好不过。虽然他们在一起时大多都是阿比出大头，但天天这么玩也遭不住啊。我已经不仅一次听到罗帅给他爸妈打电话要钱了：“爸妈，马上就到手了，你们再给点行不行？没有就找那些赔钱货要啊，总有一个赔钱货有吧？”
他口中的赔钱货是用彩礼供养他的姐姐们，他家有钱。你们别看现在我为了他花这么多，以后得到的比这多10000倍、1亿倍。他家实在太有钱了，他才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大城市独生女，是上市公司大老板的女儿。好了好了，再打5万过来，让赔钱货去借。二姐不是离婚了吗？进厂能有什么出息？让他出去卖啊，我有路子。这种话竟然是出于一个弟弟的口中，在他眼里，所有亲人都只是他飞黄腾达的工具。他就像一条恶心的吸血虫，附在每个和他有关的人身上，不榨干最后一滴血，誓不罢休。很快，白富美就提出要带罗帅去见父母。罗帅欣喜若狂，但随之而来的是新的问题。我从来没对你提过要求，但这次你要见的人是我爸妈，你得拿出点表示来。我妈喜欢收藏包，我爸喜欢收藏酒，你看着办吧。白富美扔下这么几句话离开，而罗帅自作聪明，买了高仿，一眼就被白富美识破。白富美当场爆发，扔下一句分手，就把他拉黑了。罗帅投入的沉默成本太大，他怎么可能善罢甘休？他换了号码，低声下气地给白富美赔罪：宝贝，我也不知道我朋友会骗我，他在法国读书，这几天刚好回国，我让他给我带包和酒，哪里想到他竟然会干这种事。你放心，这种垃圾怎么配得上咱爸咱妈？我买更好的，就当给你和爸妈赔罪了。你别不要我，没有你，我真的活不下去。话虽是这样说，但他1分钱都没了，父母和姐姐都压榨完了。他开始问我乐分期怎么样。一开始我还藏着掖着，说不知道。后来我就告诉他，还得挺轻松的，每个月还一点，只要肯干，一定能还得上。这当然不可能，校园贷就是个害人的东西。没过多久，我的演员白富美就告诉我成功了。罗帅借了10来万，老老实实跑到商场的专柜买包买酒。家宴上，白富美的父母对他很满意。虽然你家条件比不上我家，但我看得出来你很爱我女儿，这就够了。你放心，我就这么一个女儿，以后我们的东西都是你们的。罗帅喜极而泣，一声爸就直接喊了出来。当天晚上，他带着一脸势在必得的神情，逛遍了别墅每个角落。我看着监控，眼泪都快笑出来了。我就是让他站得越高才好，到时候才会摔得越痛。在这之后，我让白富美开始冷落他。罗帅对此浑然不觉，还做着飞上枝头变凤凰的美梦。同时，为了尽快还债，他还打起了奖学金的主意。我爸每年都会捐钱给大，用来奖励那些成绩出众的学生，一等奖学金有2万。也难怪罗帅惦记。罗帅洋洋得意，这个奖学金就当零花钱了，反正捐钱的人身价那么高，不要白不要，就当给我爸减少点竞争对手了。王琦奉承道：这点钱也就够我们帅少花几天的。辅导员那么宝贝你，不得让你直接拿。那当然。说着，罗帅看向我，嘲笑道：读这破书有什么用？我随随便便吩咐一句就能拿到2万。顾子峰，你辛辛苦苦大半个学期才能拿到个2等奖学金，比我少1半。我看破不说破，嗤笑。你家条件那么好，还图这2万块钱啊？罗帅，你还蛮可笑的。他理不直气却壮，关你屁事？你他妈就是嫉妒，有钱不拿是傻缺。很快，辅导员在群里公布名单，1等奖学金那一栏赫然出现了罗帅的名字。到底怎么回事？大家都心知肚明。罗帅平时经常逃课，靠着作弊，成绩才到了中上游。
有太多同学比他更有资格拿这个奖学金，但他们都以为罗帅家有钱有势，本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原则，都没有人提出异议。只有我在群里说，如果罗帅都能拿奖学金，那我们班每个同学是不是都有？罗帅身为管理员，直接把我的话撤回了。没多久，辅导员给我打来电话，让我去一趟办公室。一进门，他就指着我的鼻子骂道：“顾子峰，你他妈是不是闲得慌？我告诉你，不该你管的事情别管，你再敢从中作梗的话，你的奖学金你也别想要了。”见我沉默，他以为他的威胁起到了作用，又继续道：“我知道你成绩不错，有狂妄的资本，但是你别忘了，以后你还有很多东西需要我签字。如果我有意对付你，你连夜都闭不了。”我看着他嚣张的嘴脸，突然想到一个更有趣的事情，这辅导员他也别当了。终于，罗帅发现了不对劲：“宝贝，我们去见我的爸妈好不好？把订婚这个事情定下来。”白富美只答：“再说吧。”渐渐的，白富美就不再回复他的消息了。直到后来，他直接玩失踪，他家的别墅自然也人去楼空。屋漏偏逢连夜雨，催债的人也开始对罗帅进行电话轰炸。时机成熟，我假装学校的工作人员，联系了罗帅的父母。“你好，你是罗帅同学的父亲吗？我是 A 大保卫处主任，他现在深陷骗局，贷款数十万，需要你们来劝导一下。”听到数十万这几个字，他爸慌了。“主任，您说多少？我不嫌事大，具体数学可能比这还要多，您要做好心理准备。请您和罗帅同学的母亲尽快来一趟学校。”他爸立马打电话质问罗帅，罗帅正焦头烂额，到处打听白富美的下落。听到他爸的话，立马就炸了：“怎么可能是骗子？他在我身上花的钱都是假的吗？别太搞笑，你懂个屁！你就是嫌我花的太多。我告诉你，他爱我爱得要死，根本不可能骗我。”罗帅当然不信，如果是骗子的话，他全部的心血都付诸东流了，那些贷款的债务他怎么还得起？就算有不对劲，他也全部忽视，只要继续自欺欺人，美梦就能一直做下去。罗帅爸妈劝不动，急得都快哭了，问我该怎么办。我耐心安抚他们，让他们尽快过来一趟。第二天，这两人就风尘仆仆地赶来了。他爸妈看着年纪挺大了，黝黑的脸，稍显佝偻的身子，还有满手的老茧。罗帅的父母明明也是农民，可他偏偏对农民抱有那么大的恶意。“主任，求你一定要救救我们家罗帅啊！他是个好孩子，他就是被人骗了。催债的人都给我打电话来了，他现在还不肯见我们，把我和他爸的电话都拉黑了。他到底去哪里了啊？他去了哪里？当然是到处躲债啊！现在连寝室都不敢回，就怕人家找上门来，那他的人设可全都崩了。”我请的中年演员假装沉吟：“明天吧，他拿了学校的奖学金，明天是颁奖仪式，他肯定会来。今天我让助理给你们安排住处。”他还好心提醒他们，其实这笔钱也不是很多。我听罗帅说，你们和顾总认识，顾总就是奖学金的资助者，明天他也在，只要顾总肯帮忙，还这几十万，很简单的。罗帅的父母对视一眼，心里顿时有了主意。颁奖这天，罗帅早早地回了寝室。王琦笑得猥琐：“帅少，最近被你家毕姐吸干了吧？这么萎靡。”罗帅一脸烦躁地把他推开。我穿戴整齐，赶往新图书馆。今天不仅是奖学金的颁奖仪式，更是新图书馆的落成庆典。我爸会亲自到场，整栋图书馆被装饰得喜气洋洋。
门外停满了车。新图书馆1楼是报告厅，可以容纳上千人。我爸的秘书看到我，下意识就要喊少爷，我朝他使了个眼色，他这才乖乖闭嘴。很快，领导们都到齐了，庆典开始。为了获得更好的观看体验，我坐到了罗帅身后，他一脸揶揄：“毕哥，听说新图书馆有停机坪，你把你的直升飞机停过来呗，让我们都见见世面。”周边同学爆笑，我挑了挑眉，没出声。我看他等会儿还笑不笑得出来。当主持人报出获奖名单时，有些不明真相的观众发出感叹：那就是电子工程的罗帅，上次那辆帕拉梅拉就是他的。有钱就算了，还这么优秀，还要不要我们这种普通人活了？我靠，这种 NPC 的日子我过够了。我也想当天赋异禀的有钱人。听到这些话的罗帅缓缓起身，走向颁奖台。这一瞬间，他好像忘了自己负债累累的事实了，挺直腰杆，满脸骄傲。他又变成了那个要继承家业的富二代。但这时，罗帅的父母在中年演员的带领下来到了报告厅。儿子，罗帅听到了这声熟悉的呼唤，浑身一僵，窃窃私语声在会场响起。哎，那俩大爷大妈是在喊谁啊？罗帅吗？怎么可能？他俩看着像有钱人的样子吗？罗帅是富二代好吗？罗帅站在台上，脸色有些发白，可他还是故作镇静，把视线从他爸妈身上挪开，继续发表自己的获奖感言。他爸妈没有继续前进，而是找了个位置坐下。罗帅松了口气，继续吹嘘：虽然家庭条件不错，但我从未玩物丧志。等他发表完，我爸起身给他颁奖。这时，罗帅爸妈动了，他们一前一后冲上颁奖台，一个拦住我爸，一个死命拽着罗帅。顾总，你一定要帮帮我们，你还记得我吗？我是罗帅的妈妈，你以前见过我的。我们家罗帅就是靠你资助才考上了大学，你看看他现在多优秀，又拿到了你的奖学金。所有人都被这突如其来的状况搞懵了，议论纷纷。我靠，怎么回事？这大爷大妈真是罗帅爸妈啊？那他是个屁的富二代！妈呀，活久见，这逼他是真敢装啊！颁奖台旁的辅导员脸色难看，连忙上前：两位，你们是不是认错了人？罗帅爸狠狠瞪他一眼：哪来的蠢猪？老子就算把你认成女的，也不会认错自己儿子。果然，有其父必有其子，这家人根本就不是省油的灯，也不枉我安排这么一出好戏。我就知道他们不会放过这个好机会。这10来万的债务足够压垮他们一家了，他们唯一的救命稻草就只剩下了我爸。昨天他们去了我家分公司，连秘书的面都没见到。今天是最后的机会，他们想着，众目睽睽之下，我爸又是要脸面的有钱人，肯定不会拒绝他们。更何况他们的孩子这么优秀，还拿到了顾氏的奖学金。罗帅崩溃的大吼：你们谁啊？别他妈碰我！他爸抬手就给了他一巴掌，声音清脆，响彻大厅。你他妈的给老子闭嘴！现在知道和老子划清界限了。借高利贷的时候怎么晓得写老子名字？罗帅的脸很快就高高的肿了起来，他妈拉着他给我爸下跪：快给顾叔叔认错啊！说你是被猪油蒙了心，犯了错，让他再帮你一次。顾叔叔好不容易才把你资助上了大学，这次肯定也不会袖手旁观的，好一出道德绑架。我爸的脸色也不太好，还好我提前给他老人家打过招呼。我爸鼓励我放手去做，要不然我也没这个胆子破坏这场颁奖礼。罗帅他妈哭天抢地：顾总啊，我家罗帅很优秀的啊，你也不忍心他这辈子被高利贷毁掉吧？
你就帮帮他吧。人群更加热闹了。我靠！所以罗帅是靠借高利贷来装逼，没有大病吧他？你懂什么呀？人家是为了攀上个白富美，实现阶级跨越。这时，音响里响起罗帅的声音，我就知道这个傻缺会去贷款。我在辅导员那儿看见他填的表了，他家一年收入才4万，他哪里赔得起？这傻缺肯定没想到电脑不是他搞坏的，是被我自己不小心倒了水。王琦，都是你出的主意好，嫁祸给他，尽省2万，明天请你吃饭，以后就好好还债吧。还读什么读？读再多书也改变不了他的命运。本来打算让他身败名裂的，富婆他不要，那就让他家破人亡喽。利滚利！我看他们家这群臭农民怎么还得起这个奖学金，就当零花钱了。反正捐钱的人身价那么高，不要白不要，就当给我爸减少点竞争对手了。读这破书有什么用？我随随便便吩咐一句就能拿到2万。顾子峰，你辛辛苦苦大半个学期才能拿到个2等奖学金，比我少1半。爸妈，马上就到手了，你们再给点行不行？没有就找那些赔钱货要啊，总有一个赔钱货有吧？好了好了，再打5万过来，让赔钱货去借。二姐不是离婚了吗？进厂能有什么出息？让他出去卖啊！我有路子，还有辅导员的威胁，你他妈是不是闲得慌？我告诉你，不该你管的事情别管，你再敢从中作梗的话，你的奖学金你也别想要了。我知道你成绩不错，有狂妄的资本，但是你别忘了，以后你还有很多东西需要我签字。如果我有意对付你，你连业都毕不了。这就是我的 Plan B。如果罗帅爸妈不闹，那我就把录音放出来，也足够让罗帅和辅导员身败名裂了。不过现在这场好戏可比我想象中有意思多了。录音放完，现场沉默一会儿，又顿时炸开了锅。卧槽，罗帅和王琦是真贱啊，自己把电脑搞坏，嫁祸给别人，还设计别人去贷款。哈哈哈哈哈！罗帅是真能吹牛啊，给他爸减少一个竞争对手，我笑死。那可是顾总啊，每年都给我们学校捐钱的顾总啊，他爸努力10辈子都比不上，就连他们辅导员都被罗帅骗了，心甘情愿当人家的狗。一众领导的脸色铁青，辅导员面色煞白，就差跪在校长面前求原谅了。罗帅很快就把矛头对准我，目眦欲裂。顾子峰，这他妈都是你做的，你个杂种！这蠢货终于聪明了一回。罗帅挣脱他爸朝我冲来，但我没想到的是，他身上竟然带着刀。我爸声嘶力竭地大喊：儿子，小心！得亏我眼疾手快，一脚踢掉了罗帅手里的刀子。现场乱作一团。不是吧？我没听错吧？顾总刚刚是在喊顾子峰儿子吗？我靠，顶级富二代竟然在我身边！原来顾子峰才是真正的富二代，那他真的开得起飞机啊！新图书馆的停机坪就是他爸给他建的吧？我去，这也太宠了！哈哈哈！所以罗帅和他们班辅导员就是2个狗眼看人低的傻缺。我爸飞速跑到我面前，左看看右看看，直到确认我没受伤，才松了好大一口气。而罗帅被保安压着，根本动弹不得，只能怒吼：妈的，把我耍得团团转，很好玩是吧？他眼里都是怨毒，叫嚷着：顾子峰，你不就是命好吗？有本事你来过过我的日子，我看你能比我好到哪里去。我正是他，大大方方承认，是我很感激自己托生于这样一个家庭，让我可以能够毫无顾忌地做自己热爱的事情。但是我和你一样，也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才来到这个学校。
罗帅嗤笑一声，我继续说：“但是罗帅，你有没有想过，其实你已经足够幸运了。你有人资助，吃穿不愁，父母把你看作唯一，什么都依着你。可你的姐姐们呢？她们甚至没有机会读书，甚至无法掌控自己的人生，更没有办法像你一样去见识更广阔的世界。罗帅姐姐们读书的机会全都被他挤占掉了，我们资助他家的钱全都用在他一个人身上，而这个世界上和你姐姐们同样处境的大有人在。所以我一直在努力学习，我想让自己也像我的父母一样优秀，也想和他们一样竭尽所能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。这些年来，我爸妈一直热衷于公益事业，资助无数贫困家庭，建立无数希望学校，给无数残障人士提供工作机会。他们一直是我的榜样，他们在做的事情也是我一直想要继续做的事情。这些年，我的零花钱和奖学金不是用来投资，就是用来捐款的。我知道我的力量还很微弱，但我也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在做着和我同样的事情。罗帅，你有今天都是咎由自取，怨不了任何人。你明明受到过高等的教育，明明知道什么是对，什么是错，但你还是妄想走捷径，一而再再而三地压榨你的亲人。你这根本就是骨子里的坏和自私。他想害我，也怪不了我进行反击。我爸也借此发表了感想。同学们，我很震惊，也很痛心，自己资助的孩子竟然会做出这种事情。但我相信这只是个例，我资助的孩子中有很多考上大学，他们在毕业后，有的投身偏远地区的教育事业，成为燎原的星星之火；有的受到我和我夫人的影响，进入故事的基金会，热心公益事业；更多的则是进入各行各业，在各自的岗位上发光发热。我现在的秘书也是我看着长大的孩子，他们不仅抓住了来之不易的读书机会，还一直勤勤恳恳，为了理想和未来而奋斗，积极实现自己的价值，过上了属于自己的灿烂人生。在此，我想说，孩子们，脚踏实地，才能走得更远，走得更稳，走得问心无愧。我们故事集团还是会无偿为大家提供帮助，任何有困难的学生都可以来寻求我们的援助。当然，也欢迎更多有志青年来我们公司，加入我们的团队，我们一起实现人生理想，一起让世界变得更好。现场掌声热烈，大家纷纷叫好。后来，辅导员被革职，罗帅被开除，王琦的名声也算是彻底臭了。又过了段时间，罗帅终于找到了白富美，威胁他要去报警。白富美坐在豪车里嗤笑：“报警？你们学校的事情我都听说了，是你骗我在先，装有钱人。我呸！和你玩玩而已，你还当真了？还想要我家家产？做梦去吧！人丑活差，还指着我和你在一起一辈子呢？姐就是图你年轻而已，废物一个！”罗帅破大防：“那你把我给你爸妈买的东西还我。”白富美轻蔑一笑，就知道你会这么不要脸，又穷又抠。她拿出一堆资料，这是我们一起出去吃喝玩乐的发票，一起出入的照片证明，这些东西都是我们一起享受的，你要承担一半，差不多也就是你送的礼物价格吧。她勾了勾唇：“要是打官司，那我奉陪，但我听说你没几个钱吧？别跟姐斗了。”蠢东西！罗帅被对得哑口无言，只能眼睁睁看着他驶远。想不到办法了，他竟然还舔着脸去找张婷婷复合。他在女寝楼下摆满了心形蜡烛，高声道：“婷婷，我是真的爱你，我就是一时被那个老女人蒙蔽了双眼。我是真的爱你，
张婷婷跑下楼，大骂他傻逼，当着所有人的面甩了他一巴掌。不要脸的穷逼，想和我好？我看你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。罗帅受不了了，拿出刀子，他妈的，老子这辈子都是被你们毁了。我本来可以过得很好的，都是你们这些只爱钱的贱女人。他划伤了张婷婷的脸，在她脸上留下了很狰狞的一道刀疤。罗帅故意伤人，被判2年有期徒刑。至于我，继续好好学习，天天向上。我想要帮助更多的人，为建设美丽祖国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。但在此之前，我得先提高自己的能力，脚踏实地，才能走得更稳更远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